那么这一周的节目啊，我们这选题啊，大致跟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有关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说到的是中国传统的民居艺术。那比方说皇家的建筑艺术最高的成就呢，是在北京的故宫。那么民间建筑艺术这里边有一点不能不提到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。咱们不少的朋友啊，从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、张艺谋的电影里看到了乔家大院啊那种对称的美，也有的人呢是通过那个著名的电视连续剧，就是乔致庸，那个乔家大院里边了解到乔家大院建筑上的一些特色。那么这个乔家大院呢，我曾经去看过，确实被里边呢这种民居的美轮美奂感到很震撼。这乔家大院呢，总共是6个院子，3面临街。他把里头的原先的街道呢都给封上了，都是成他一家的，6间大院子，总共20个小院子，313间房。咱们你看故宫有朋友知道9999间半房子，他这313间，你感觉呀，像这种制式的房子呀，在民间就算是顶级了。那普通人家一个是建不起，第二个也住不起，所以说这个老乔家在这里边建这个院子，不是一代人能建成的。那么乔家大院是怎么来的？咱们很多朋友看过电视剧，说乔致庸啊，这很了不起。其实乔致庸呢是老乔家的第3代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富不过3代，但是乔致庸就打破了这个，他就是老乔家的第3代，而老乔家最好的时候就是他这一代。他发家呢是乔致庸他爷爷，他爷爷的名字叫乔贵发。发家之前这家里可是够困难的，所以当时好多人没出路了。咱们都听过有歌，哥哥走西口，小妹妹实在难留。走西口，走西口往哪儿走呢？主要是往内蒙一带。到了内蒙呢，没别的可干的，给人家当铺啊，还是客店呢，当小伙计。后来当一阵小伙计之后呢，手头多少啊攒了点本钱，这说白了都是从肚子里抠出来的油水的钱。然后呢，跟一个同乡姓秦，俩人合伙开个小铺面。什么铺面？就跟咱们现在街上卖个豆腐呀，生个豆芽啊，就那样小铺面。那么这个乔贵发呢，挣了钱了，在内蒙又开了家小店，生意也不错。可是呢，落叶归根，岁数大了。这个时候乔贵发呢，当时是不到20就出来了，一晃混到30多岁了，想回家。他家就是祁县乔家堡村，从这儿出来的。那么人有钱了，中国过去农民有钱，无外乎2件事，一个盖房子，一个娶媳妇，根本嘛这是。回到乔家堡村呢，赶巧改回去那天正赶上清明。这个清明，村子里人出来就到旁边的坟地上给先人上坟。一进村子一看这个情况，就直接奔自己爹妈的老坟去了。隔远了一看呢，坟前有人，这谁来给上坟呢？你看一个大人一个小孩，这大人是个女的，30出头。走到跟前一看，这女他认识，这个女的姓程，小名叫小翠儿。原来在这个村子里边啊，乔贵发10来岁的时候，曾经有人给保媒，说你俩结婚吧，他俩认识还都挺有好感，搁现在话说算得上青梅竹马。但是这个程小翠他爹嫌乔贵发家太穷，就没有嫁给他，后来嫁给本村另外一个人。这些年乔贵发也听说了，说这个他本家啊那丈夫死了。他一看，乔发就愣了，说小翠你这不对呀，你给我爹妈上坟，那你婆家能干吗？这成什么事？你是谁家人呢？这当然，这小翠就说了，说乔大哥，我这丈夫死了，我婆家给我撵出来了，不要我了，我这不领着孩子出来了。说那你给我们家上坟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你原先那个老宅子呀，你家那房子呀，我没地方住，我就住在你家那房子里。
你看上坟这东西还有纸钱，这就算我给你们家房租啊，这么回事。这个时候呢，乔桂发心里盘算了，第一个呢，自己老大不小了，得娶媳妇儿。你说我要找一个黄花闺女或大户人家呢，我这吃苦出身的，我攒这俩钱别让他给糟给败坏了。虽然说这程小翠是个寡妇啊，可是呢，跟自个儿原先有缘呢，原先也喜欢上过人家，而且这样的人勤俭持家，你看给我们家上坟，这还有缘分，住到我的宅子里了，那就得算我的女人。就这么的提出来，咱俩就结婚吧。小翠求之不得呢。那年月一个女人领孩子，寡妇失业，顶门过日子是艰难无比的事儿。就这么着，咱叫两好各一好，这俩人带着孩子凑一块过日子。那么这个过日子就是老乔家一个祖训，从此形成了。为什么乔桂发找寡妇，就是不能因为女人的事儿败家，所以这成了乔氏家训。你比方说后辈子几辈的人，如果你啊什么一有了钱了，花天酒地，三妻四妾不允许。这有人说那不对呀，到乔致庸那辈儿，可是他娶了6个老婆呀，这6个老婆不是一块儿娶的，娶了一个死了，他续弦，又续一个死了又续弦，最后乔致庸七老八十的娶了一个跟他孙子一边大的第6房太太。所以这个不算违背祖制，那没办法，乔致庸命硬，谁跟他结婚谁死。所以乔桂发娶了这寡妇以后，这个买卖干的比以前还好。这么的，他把老宅子翻修一遍呢，又在乔家堡村这个村中心买块地，把这个并到一块儿，就盖起了最早的乔家大院。乔全美就是咱们电视里看的乔致庸的亲爸爸。传给他，这个乔全美在位时候呢，把他爹这个事业发扬光大，买卖也越做越好。所以越做越好的同时，他就想我呀修宅子，自个儿这宅子太小了，祖宗留下基业，我得发扬光大。所以他接上来呢，挣俩钱儿，就开始要翻修这宅子。当时他又进一步买一块地，这块地呢是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，就整个这块他都买下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再建宅子就讲究了，这个时候他家里头的钱在当地已经数一数二了。那么建宅子他有很多说法，这个山西建宅子和全国其他地方不大一样。比方说他对民居传统的东西、恪守文化的地方，做的特别好。比方说这个院里头啊，虽然楼对着楼，房对着房，那东西厢房肯定对着，可有规矩，这个门不能对着门。为什么呢？门对门呢，就是你家里轴着这吵架，犯口角，犯口舌。所以虽然东西厢房对着，门得错开，门不能对着。你在这边看门，那我就在这头看门，得错开一块。而且家里头有规矩，有老人在，老人必住正房。何为正房？大伙儿知道，南北房为正房。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住厢房，厢房怎么分配呢？东厢房得大哥住，弟弟住的西厢房。为什么这么的呢？你看咱这里头都有中华民族传统的东西，东边是什么呢？太阳从东方升起，所以尊东为大，西为小。那大哥呢，得住在这个东厢房，弟弟呢住在西厢房。那有人说那妹妹呢？妹妹将来得嫁出去，不能完全占这家儿地，所以女孩住楼上。就是你脚不沾这家地儿，其实你在楼上嘛，将来你嫁出人泼出的水，跟这家就没关系了。而且山西这个地势呢，山地多，也有盆地丘陵，所以建房子呢，一般是从外面进到这院子里呢，一般开始这个门院低，往上跨院高，再往上正房，这叫步步登高，一步一步往高了走，这是讨好彩头。所以到乔全美这时候，当时扩建了之后，这个宅子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乔家大院的1号院。那么到乔致庸这一代，乔家全面走向鼎盛。乔致庸本身来讲呢，
既有非常灵活的经商手段，同时也有一些保守的思维。他也觉得这乔家堡村这个乔家大院呢，是老乔家立家之根本。当然了，他的钱比前几代那多了去了，多太多了，他就有充分的资本呢改造这个院子。说这个老乔家有钱有到什么程度呢？乔家大院咱们去旅游，见到大门上呢有个牌匾，这个牌匾有4个字，叫福众郎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这福分呢扎根到你家。郎环是什么意思呢？神仙住的地方为郎环。这个牌匾谁给提的呢？慈禧老佛爷给提的。说这4个字每个字值多少钱呢？值25000两银子。搁现在一个字值500万，4个字值2000万。怎么值这些钱呢？当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，慈禧老佛爷仓皇逃跑往西北跑，一道上大伙都奔命的，谁带进他呀？就到了山西，乔致庸殷勤接待慈禧老佛爷，走的时候呢，还给慈禧拿10万两银子当盘缠。慈禧感激他呀，就给提4个字：福众郎环。10万两银子，一个字25000两，这4个字搁一块合现在2000万，你算一个牌匾2000万。这个不说，纹上2个对子，有副对子也值2000万。这个对子呢是2块铜板，铜板上面刻的字，什么字呢？上联呢叫子孙贤足将大，下联叫兄弟睦家之肥。这个是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给提的。什么意思？就说你呀，子孙都比较有能耐啊，也受人追捧，这个你的种族就将会扩大做大，这叫子孙贤足将大。下联兄弟睦家之肥，就说你兄弟姐妹啊要和气的话，这是家里最大的宝贝，最有营养的事情，比你个人有能耐还强。所以这是呢，说白了，夸奖和羡慕老乔家这个盛况。当年正因为乔致庸呢，给了这个北洋军呢捐了10万两银子军饷，资助李鸿章买军舰。你看，当然后来我们说甲午中日战争买那么好军舰，还让小日本给打败了，这国家的耻辱。但是当年他捐赠这个买了军舰了，李鸿章呢给他亲笔提了这副对子。10万两银子买副对子，10万两银子买个牌匾，合起来光这2件东西值4000万。你琢磨琢磨，乔致庸当年得多有钱？他这钱多了，刚才我说他对乔家大院就更上心，再买地，再买地。到乔致庸这辈儿啊，乔致庸经过自己的苦心经营，把乔家大院呢扩成了4个院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可以说乔致庸克服了好多困难。这里头还有什么钉子户啊、非法拆迁呢，这事儿都有。怎么叫钉子户呢？他一开始扩建这个院子的时候呢，1号院旁边的地他就要买下来。可买下来呢，这里头有个钉子户，别的家你老乔家有钱，给钱就走了，这家就倔，给多少钱我也不搬。这不钉子户吗？不走，不走，乔致庸没办法。那这样吧，一边拆我一边建，把你这地儿留出来，就把外边建好了。但最里边这户不搬，始终这个围墙都封不上，没办法就搁这儿，一搁好几年，就建个半截子在这放着。过了几年之后呢，这个钉子户家遭点事儿，要见官的事儿，打官司，打官司就没钱呢，送不上礼去，没办法了，来找乔致庸。说白了，这时候乔致庸完全可以拿一把，为啥？趁人之危啊！你家着急用钱呢，那对不起，当初这房子我说给你100万，你着急用钱50万，你卖不卖？你要不卖，你这钱得不着，你家里人命保不住了。但是乔致庸的仁义就体现到这儿，当初我怎么跟你谈的，我还怎么买。当初我出绝对高价100万买你房子，现在我还是100万。这家人感恩戴德，赶紧就搬走了。所以这么着，这就现在乔家大院的围墙这一带外围基本上就确定了。把这个钉子户总算呢用一种很仁义的方式给弄走了。这时我说他对待这个钉子户
有的时候在拓展土地过程当中呢，也出现一些纠纷，涉及到了村里头另外一个大户老王家。这个老王这块地上呢，有他家一个祠堂。我们都知道祠堂祭祀祖先的，这是乡绅在农村掌权的一个重要象征。都卖乔致庸面子，跟老王那几个说了算的人一说，行，你拆吧，你为这个扩建房子，你不都答应给我们钱，在别的地方改建祠堂没问题，就给拆了。可拆了这个村子里边别的家姓王的不干了，你们几个就说了算了，这个就议论纷飞。结果呢，对乔致庸来说形成了很大心理压力。说你看我为了建我们家这个房子，把人家祠堂拆了，人家不同意，同意也还罢了。你就看那个时候这个有钱人呢，他是考虑社会声望。中国有句老话叫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。现在咱这社会穷生奸计的有的是，摔倒的摔跟头，老大爷我扶你起来吧，就把你撞的赖人钱，穷的你赖上一个人，他医疗费有人给报销了，但是那儿女也不孝。这个穷生奸计在中国现在有的是，富长良心，可有钱的人不见得长良心。那个时候乔致庸作为富人，他是有良心的，他考虑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跟社会声望，跟我们现在说就是负责任的有社会道德感的企业家。乔致庸说这不行，我这别人说三道四，这么着吧，我呀不仅给你们钱作为安置的费用，我在别的地方再给你们另出钱单建这个王家社庙。这个社庙建的比原先气派多了，老王家全村上下不吱声了。所以乔致庸呢，为了扩展乔家的宅院呢，费尽了心力，但是他也确实没有伤害到周围村民，他不是那种恶霸横征暴敛的。那么扩展到这个程度，乔致庸是个人家族野心就暴露出来了。就说这块地方我占了之后呢，我不希望别人进入我的领地，我得保护我私有财产，别人进来不容易，我私产谁想拿走也难。所以他呢三面临街，把里边的街道他全封上了。就这块地我买了，原先不有街道吗？全封上，变成我家里边的了。然后外边建围墙，围墙多高？10米。现在我看了不少监狱才4、5米，他家可里头，当然没铁丝网，没炮楼，这是建了这个围墙，等于把自个儿家就封闭起来。而且这个里边的一些建筑啊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。怎么很有意思呢？比方说啊，咱们看大红灯笼高高挂里边有那么个场景，他不有个姨太太疯了吗？被关到顶上那个阁楼里。说那个北方一般很少有这阁楼，它不像南方，乔大院就有这个。干嘛呢？过去这个封建王朝的时候啊，你建这房子不能超过一定规模，超过了叫御制，御制是要砍头的。你比方说王爷，皇宫里头明黄颜色用，龙是5爪金龙，你要王爷敢用5爪的金龙，你怎么要篡位啊？就要杀你。王府的大门有广亮大门、琉璃大门，你要一般的大臣你也用这种大门，干嘛你要当王爷啊？这属于悖逆，所以这叫御制。那么当时规定老百姓的这个民宅一个院里头不能建筑5间房以上，所以乔家大院最多一个院里头5间房，内5外3这个格局。那你空间上来讲，地皮上受限制，只能建5间房以内，怎么办？就往高了建。说白了，可现在来说盖商品楼也一个道理，我盖高层，那我挣的肯定比别墅那个多，这是。所以往高了盖，这一往高了盖，问题出现了，一个是防火问题，一个是保安问题。你这么高，谁来给看着？就发明了这种小阁楼，在这房子顶上建阁楼，在这上打更的站到这上了，站得高看得远呢，周围什么情况都知道。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完成安保，然后楼与楼之间呢都搁上楼梯连着，这个楼能跑那楼去，为啥？万一着火下不来咋办？顺着楼梯我直接就跑了。所以他当时考虑的特别周全。不仅是这样呢，每个楼顶上呢有那烟囱，你会一查313间房，你在顶上查140多烟囱。你要说这家人也太能吃了吧，你各屋都起火做饭呢？不是，这个烟囱干什么呢？
那是乔家大院的古代空调，就是他在每个房子那块儿，那壁墙上打几个窟窿换气儿，冬暖夏凉嘛。但是换气儿从哪儿出去呢？从顶上建立个烟囱东西，要不然你说搁什么都不像样，搁烟囱会显得家里头烟火气旺。不光这个呢，它还有一些很讲文化特色的东西。你比方说房顶上，咱们都一般来说放一些个野兽，这野兽是一种象征。你看有一句东北话嘛，说你这人闲的无鸡六兽的。什么叫无鸡六兽？屋脊六兽，就房子顶上屋脊上有6个野兽。这个6个野兽是什么呢？象征着青龙白虎、朱雀玄武、腾蛇勾陈。这个呢为六方，六方有六神，说这个人找不准方向的叫六神无主，就这个意思。顶上这6兽镇着这6方，青龙白虎、朱雀玄武、腾蛇勾陈。这6个野兽在屋顶上不能动，趴那老老实实给你镇着。所以说你这人闲的跟屋脊上6个野兽似的，没事干一天在这。那么他这屋顶上这个野兽有规矩，只有官家这个野兽能张嘴。就你要是做官的，家里官宅这个野兽张嘴，老百姓不能张嘴。这什么意思？过去老百姓哪有话语权呢？得当官的说了才算呢。有人说那不对，乔致庸家也算官商啊，跟老佛爷都有联系啊。但是乔致庸乔家大院所有的这个野兽屋顶这全是闭嘴的。为啥闭嘴呢？财不外露，这钱我进来了我就不往出吐。你看有个象征着财神的野兽叫貔貅，咱们人送着。这貔貅特点光吃不拉，只进不出。不光是这个，乔家大院还有一个特点，咱们看南方有很多房子叫起脊房子，不管当间起来还是正面起来，两边是两面坡。它为什么要用瓦呀和其他东西设置坡呢？雨水大，这雨下来之后顺两边流下去，不存水。这房子你要存水，你不总得修吗？乔家大院最有意思，单面斜坡，起脊在后头起，一下雨顺着单面往回流，而且这个斜坡冲里没有冲外的。为什么呢？一下雨这雨水全流到院里了。它院里还有一些排水的机构，有水缸啊，有什么下水道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在我们传统风水学里啊，这个水就是钱，水就是财。你下了雨了，这水这也是老天给我们老乔家的财，不能够做让它肥水流外人田，都流自个儿家院里去。所以我说多亏在山西，这现在在广州在深圳一刮台风，他家坏了，先给淹没了。我山西缺雨水，本身这也是当地的地貌决定。所以经过老乔家这么几代的经营，乔家大院呢成了中国民居的一个典范了。这里边有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啊，有中国传统的民居美学，比方说像对称，每一个这种石雕木雕啊都达到了美轮美奂的程度，非常精致。那么尤其到乔致庸这一代，在这上折腾的劲头就更大了。但是可惜的是呢，乔致庸再往下，他本来现在6个院子，有1个院子没建完。可惜的是为什么第6号院没建完？赶上7七事变，日本全面侵华。本来这第6号院呢要建个大花园，上边有书房什么的，然后底下呢是银窖，就是老乔的这些银子，说白了白银都存到地下，建立最大的钱窖。但这些呢仅仅是停留在图纸上，刚买了一座假山，刚弄好了7七事变到了，没招老乔的人避难，日本鬼子来了，谁敢待着？跑吧，跑了。这一跑到现在，老乔的人也没回到祖宅去住。但是虽然第6号院没建成，基本上乔家大院的格局可都已经确定了。现在我们去旅游去，你就得惊叹，人家乔家大院建的是真精致。有人就纳闷说，做生意你看乔致庸襟怀天下，他讲要汇通天下，建票号，古代的银行，这么有胸怀的一个人，怎么在祖宅上这么折腾，不嫌费事吗？其实他就是在正命，跟命运抗争。跟什么抗争呢？中国古代有句老话叫富不过3代，到乔致庸的正好第3代。乔致庸说我就要跟这老话斗一斗。过去为什么富不过3代？
比方说投奔人创业，现在咱们说富二代就开始败家，什么京城四少拿着枪对着那个，跟一些女明星在那乱搞关系，反正你看着特别像样。说现在怎么富不过2代，过去富不过3代呢？原先这个人结婚早，15、16结婚，17、18有孩子。他创业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富1代呀，创业的人就带着富二代的，所以这富二代等于跟着自个儿爹呀，连创业最后带守业，他都赶上了。所以他呢兢兢业业，不敢有大意时候。可是第3代一出生，家里有钱了，而且隔辈亲，爷爷疼孙子，所以第3代容易骄奢淫逸。不行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结婚晚呢，2辈人差20多岁呢，富1代创完业到富2代正好花天酒地，所以现在出现了富不过2代。乔致庸当时就是跟富不过3代这句话较劲，可是呢他打败了这句传统的话，在他这儿乔家走向了全面兴盛。而且老乔家后几辈人不是没能耐，在他教育之下呢，也都很努力的为这份家业操持啊，守着呀，努力的更新。可是没办法，赶上了国乱，日本鬼子打来了，当时咱们国家乱七八糟一团，所以老乔家呢并没有因为子孙不争气、骄奢淫逸而丢弃了这些祖产，倒相反是因为国家的动乱，他没办法，乔家才败着。所以应了我们现在大家常说一句话，这个国呀是个大家，家就是个小国，只有这个国家安定，每个小家才能够繁荣起来。我们今天呢给大伙儿说点特殊的。照理说呢，现在这个时间段呢，晚上6点半，不应该说这个。您可能没吃饭，听得我说这个更馋了。说今儿咱说什么呢？说烤鸭。北京啊，这是咱们全国的这个政治文化的中心。来北京有那么句话嘛，叫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吃烤鸭太遗憾。当然你说这烤鸭要跟万里长城比，那小点，但是在这句话里，烤鸭和长城能并列，足以说明烤鸭这个食品呢对我们这种诱惑力。当然烤鸭这个食品由来已久，明朝的时候从南京传到北京，后来经过便宜坊啊、全聚德呀，源远流长传下来，现在成了北京城最有名的食品之一。那么大伙一提烤鸭，先会想到什么呢？全聚德。很多朋友来北京到全聚德，说一看到烤鸭我就想吃，为什么呢？你一闻那香味儿，大鼻子，再看那颜色，枣红色的，看着就那么有食欲。真夹一块呢，放到嘴里头呢，先嚼着挺酥，再往里那油劲上来香。你甜面酱啊、葱段啊、黄瓜段啊、荷叶饼子这么一卷呢，哎呀，这嘴里头感觉就太好了。所以很多人就忘不了这烤鸭。当然它要凉了就没法吃了，趁热时候吃烤鸭确实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食品。那么咱们说这个全聚德烤鸭是怎么来的呢？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全聚德烤鸭的由来以及这里头的文化。它可不是你上嘴唇碰下嘴唇把这东西一吃就那么简单，它里头有很深的饮食文化。全聚德烤鸭呢，创建是在1864年，是大清同治3年，搁到现在到现在应该是正好149年。而且我最近也听说北京这个全聚德呢，准备明年要搞这个150周年，确实一个老字号招牌能干150多年，很了不起。从哪儿起家呢？这得从1834年，那一年呢是道光14年，河北发了大水了，一发大水呢就有很多灾民，这灾民活不下去了，就就近吧，北京城到那混口饭吃的，很多河北的灾民到了北京。这个中间有个小伙子也是灾民跟过来，河北人，他名字叫杨全仁。这小伙子到了北京，你总得自食其力，自个儿干点活吧，就这么就跟着做小买卖。这个人天生是个做买卖的，当时他干嘛呢？
在前门外啊有个肉类市场，在那儿呢卖鸡卖鸭子，以这个为生。结果这个生意越做越大，这钱呢滚雪球是越攒越多。他就想，我不能光在这摆摊儿，这风吹日晒雨淋的，我再得做点大点的买卖。干什么呢？他就瞄上啊前门外有一个干果铺，叫德聚全。这干果铺你听啊，全聚德聚全，这干果铺叫德聚全。卖什么呢？就简单的瓜子儿啊、花生啊、核桃啊、干果嘛，卖这个。他这名字起的不错，德聚全是什么意思呢？用的古文里一句话，以德聚全，以德生财，是这个意思，好彩头。可这干果铺这买卖不行，阳泉人到这儿来就看见这干果铺，一干这些年，这干果铺买卖是一年不如一年。到了1864年这时候，这干果铺干不下去了，欠不少账。正好阳泉人觉得这是我个机会，自己也攒了些钱了，这个德聚全这铺子也要往出兑，没多少钱，他这积蓄正好够，就跟这个德聚全掌柜的商量，你兑给我吧，就这么把这铺子兑过来。兑过来之后，他琢磨，我干什么买卖呢？他卖这些年鸡和鸭子了，干脆吧，我就整个饭店，就是烤鸭子，然后卖鸭类的食品。就这么着请了位先生，写了一个金字招匾，全聚德挂上。所以那时候开始，1864年大清同治3年有了全聚德，他也卖这鸭子干嘛？可是一开始干烤鸭不行，头1、2年这阳泉人愁坏了。为啥？那时候北京的鸭子呀，最出名的是便宜坊。大伙儿注意，便宜坊，便宜是什么意思？方便宜人。哎，就你吃着既方便还可口。咱别你这念白字儿，有时候一见着哟便宜坊，这得多便宜，甭想找那便宜，那不念便宜，叫便宜坊。便宜坊的烤鸭当时叫焖炉烤鸭，我说的就是明朝中期从南京传到北京的，它很有特点。什么叫焖炉烤鸭呢？咱说烤鸭你得有火吧，焖炉烤鸭这炉子里你看不着火，火都在外头，生好火了把这炉子烤。你想那铁炉子里头温度越来越高吗？哎，烤到一定程度，温度够了，我外边柴火撤下去，把鸭子往里一放，焖炉好吗？就是鸭子在里头焖住，一会儿它就熟了。便宜坊的就是焖炉烤鸭。所以当时他做这个，你能做过人老祖宗吗？人家干多少年了？所以一开始全聚德生意不好，把阳泉人愁的，我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他就打听有没有另外的做烤鸭的办法。他要打听这个，他自个儿不是厨子，他得找北京城一流的厨子。一打听有人告诉他，有位孙师傅厉害，说这过去烤乳猪烤鸭不是一路的，他怎么的？他有一种独特方法，叫挂炉烤。说怎么叫挂炉烤呢？这和焖炉又不一样，挂炉是里头有火，这火上来了，上来烤什么呢？不是烤鸭子，那火苗不在鸭子身上走，烤上头这层铁板，就烤箱这铁板，把这铁板烤热了，那热量辐射下来，鸭子在这挂着呢，是靠这个热量把鸭子给烤熟。说这孙师傅怎么发明这个呢？很怪，他原先烤乳猪嘛，在宫里边烤乳猪的过程当中呢，这猪不够了，他就随便搁2只鸭子塞里头烤，结果烤出大伙一尝，哎呦，比那个焖炉那都好吃。咱们看那个《西游降魔篇》里边，那么高老庄里头猪八戒烤乳猪吗？但是那有点恐怖，挺吓人，但那道理就是我们看到的挂炉式烤法。这挂炉烤鸭有个特点，它一般的用那枣木烤，这枣木就果木嘛，它这个木质特别硬，一烧着了火特旺，而且这枣木它有香味啊，烤完了以后这香味就附在鸭子身上，你一闻那味道好闻。所以这个阳泉人就找到这位孙师傅，远磨硬泡，天天请他喝酒吃饭有什么。最后孙师傅出山
给他当了这儿的大厨。结果一下这挂炉烤鸭，为什这锅都是一样。当然，鸭子选料非常重要。孙师傅给他出主意，咱不能随便家养这鸭子。我告诉你，从哪儿选鸭子？朝阳门往东40里是通县。咱过去知道，京杭大运河最北端就到通县这儿。他运什么呢？运粮食。你看，把粮食运到这儿，从通县这儿倒下来，推小车进北京朝阳门。一道上这地名，海运仓、陆米仓、南新仓，这个地名就当年这一块朝阳门一带都是粮仓。老朝阳门门楼顶上啊有个小麦穗，就表示朝阳门走粮车。说这跟鸭子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你想运粮的船呢，都到了通州这块了，它这个往上运粮食和往下卸粮食，它都有损耗，有时候这米粒就飘到河里头了。哎，运河边的鸭子能吃着米，那会儿养鸭子都是草啊，这个那个，鸭子能吃着米，那营养非常丰富。所以运河边的鸭子，通县的鸭子，不仅个头大，而且膘肥体壮的，看着也好，烤出来鸭子也香。孙师傅告诉他，用运河的鸭子到这来烤。孙师傅不宫廷里边的吗？说这里头有不少的宫女啊，还是这个皇后妃子，不吃这玩意儿。为啥？有葱有蒜，吃完了一张嘴，皇上一闻，还能愿意接近了吗？所以女眷一般吃烤鸭不喜欢，不吃葱蒜，怎么吃呢？烤鸭也香啊，整点白糖蘸糖吃。现在北京也有这吃法。所以全聚德一开始用上这孙师傅以后，凡是有女眷到这儿来吃烤鸭，都给上点白糖，哎，就这荷叶饼啊、甜面酱啊，加点黄瓜，就不上葱什么的。而且他在宫廷里带出来不少讲究。什么讲究呢？你比方说，我这鸭子片成多少片？101片，叫百里挑一。有身份的人来了，我片成片不算完事儿，鸭子脑袋、鸭子屁股放到一头一尾这儿，表示有头有尾。这就使来吃饭的客人觉得，哎呀，这派头显出来了。因为你知道，当时在北京，旗人是不用上班的，铁杆庄稼，有钱，而且北京有个爷文化，我到哪儿都是爷，你得伺候我。这些人都作威作福惯了，到这里边来得到仪式上的尊重，吃个饭伺候的挺好，他就愿意来。所以这一套宫廷礼仪，再加上精工细料，挂炉烤鸭味道还好，一下子全聚德在北京打开名气了。当然你说这饭店除了好厨子以外啊，过去非常重要的有一点，你得有个好堂头。什么叫堂头呢？跑堂的领头的，搁现在说就是大堂领班，你得有这么一位。那个过去饭店里头说谁挣的最多，当然老板除外啊。有人说厨子呗，不是，饭店过去挣的最多的是堂头。为什么呢？买卖好坏全让这堂头带。因为过去堂头是干嘛的呢？他不一定动手干活，可是他得有这两下子。外边进了一位爷，他得知道这人干什么的，好什么。基本上全北京的食客他差不多都认识。过去堂头就有这个3寸不烂之舌，2行伶俐之齿。杨全仁呢就找了一个过去北京有名的老堂头。这位堂头往这一站呢，很多经过前门全聚德店的一看，哟，这不那堂头吗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呦，我们这晚上不错，您进来尝尝。就进来了。进来就得知道怎么伺候人家，喜欢喝什么茶。而且那张嘴啊，那叫5年胳膊10年腿，20年练不好一张嘴。真进来以后，他能说的你心花怒放的，心里有闷劲事儿都没了。而且这个堂头这张嘴厉害，就真是你全聚德有点什么事儿，比方有的时候进这鸭子质量不行，烤出来有人尝出来不对了，这堂头也能用花言巧语把这事儿对付过去。所以一个好堂头察言观色，当时给全聚德这个杨全仁呢带来非常好的生意。这个生意越做越大呀，这杨全仁就琢磨了，说当年呢那个算命先生跟我说，两边胡同俩较杠，
要抬着我这楼起来，我顺风顺水，可我还是平房的，我得盖着2层小楼啊。这时候就犯了商业大忌，就是底子没打扎实，盲目的在基础设施上投入钱，而不是把钱投入到流动资金当中。结果他就注意盖着2层楼了，全聚德生意没照顾到，费个大劲1层楼盖起来了，杨全仁死了，这是1890年事儿。然后继承呢是他的2儿子杨清茂，这杨清茂也是想着完成自己爹的遗志，接着往起盖，最后勉强把2层楼起来了，这全聚德生意也完了，没多少资金在那边呢。那你想饭店里流动资金你抽出来，那边服务质量必然是抽头缩水。所以当时全聚德这边盖楼，那边为了维持生意借了一屁股债，怎么还？这杨清茂犯愁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全聚德引进了咱们说现在叫职业经理人 CEO， 有个山东人外乡人到北京分日子，叫李子明，生意做得好，就把他请来了。那这么着吧，我杨清茂大掌柜，你就是2掌柜的，你来给我搞这经营。说我怎么搞经营？你天天债主逼到门上啊，来要账了，你欠不账什么时候还？李子明说我先出点主意吧，咱搁这个红纸啊，不包碎银子还账吗？里头先塞点石头吧。这叫什么主意？先把债主打发走啊。就这么稀里糊涂先把债主糊弄走了。糊弄走之后回屋说，咱这么下去可不行，你只能管一时，管不了多长时间呢。这李子明说，我有个办法。大家注意，李子明这个办法了不起。什么办法呢？卖押票。说什么叫卖押票？他找人用那上好的宣纸啊，红宣纸印完了，把上头2角的撕下，上头有行字叫全聚德老卢铺押票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上面有字，就是鸭子2只已付银子多少多少，比方鸭子2只已付1两半银子，你拿这押票呢，我卖给你了，也值1两半银子，你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到全聚德这儿来兑现了。你是在这儿吃啊，还打包拿走啊，随时随地的你都可以来消费了。所以李子明这个时候就发明了这押票，一下子老北京人这可太方便了。结果用这方法不到3年，全聚德欠的债全还上了。这个时候李子明这名气可就出来了。后来李子明是什么？跟这个老杨家人谈，就说你这能耐大，你接着干。到了什么程度呢？东家老杨家拿6成，李子明拿4成，就职业经理人占40%股份，这在当时极为罕见。但是这个钱不白花，李子明当时还研究出别的办法，有办法叫点押赔。什么叫点押赔？这更有意思。就客人来了，咱们现在到饭店吃饭说石斑鱼，这鱼那鱼，后灶活蹦乱跳的只鱼，你看先生是这个是这个，好就这个吧。拿下之后他换什么咱都不知道了。这个方法很早，咱说不坑人的，李子明就用过。就你来了之后呢，伙计专门有一个人领你到后厨看我们这鸭子都在笼里，你挑，你看哪个鸭子活蹦乱跳的。当然那发癫的可能有病了，你别挑。说我就这个，那好，我让你看着把这鸭子弄出来，然后拔毛啊，什么石头啊，石头完了这不就是内脏都掏空了吗？这叫押胚。点押胚就是啥呢？你看这个是不是挺好？这肉啥都在生的，你都能看出挺鲜。这么着，您今天请的是有头有脸人，比方说请某某人，人家做寿，那好，你呢？我们这儿有特制的汤汁儿，你拿毛笔蘸着汤汁儿，在这鸭子身上写字儿，比方写福入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就吉祥话。写完了以后，这鸭子烤完了以后，那字儿不下去，你还能看着。整个鸭子往上一端，老爷子您看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多吉祥啊！就李子明那个时候就发明了这种独特的点押胚，这是啥？这就是 VIP 客户体验。后来是建国之后呢，经过公司合营呢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全聚德这些老的文化就快丢没了。后来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，现在的全聚德是力图把过去的东西恢复过来。当然有些呢，你不可能回到过去，因为整个的文化环境变了。
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说这个全聚德的相关历史，其实是什么意思？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发达，老百姓也有俩钱了，谁还在乎一顿吃呢？所以我们吃的时候更多在于吃环境、吃交情、吃文化。比方您到北京旅游，请个朋友到全聚德吃饭，烤鸭一上来，你把刚才我说这些给他一五一十讲完了，就可能把他给砍晕了。这是什么魅力呢？就是产品的文化附加值。所以咱现在谁也不差那顿饭了，吃饭的时候要能把传统文化的东西揉到我们的餐饮当中，是不是您吃这顿饭档次因此就会往上浮动一下呢？